鬼给自己亲人托梦的故事，一直都只存在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真说出来，几乎谁也不信。这是一个吉林省公安厅长白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依靠当事人姐姐的一次神奇梦境，成功破获一起杀人大案的故事。2008年6月，吉林省长白山市正到了舒适宜人的夏季，没想到就是在长白山脚下附近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女村民刘小林向警方反映，自己家的柴垛底下发现了一件带血的男士迷彩上衣，而刘小林也认出了这件上衣的主人正是他的邻居，失踪了1周多的张永成。据刘小林说，张永成是他卖山货的合伙人，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2008年6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张永成在他家打理完山货后，就离开了他家回去了，之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张永成远在老家辽宁的姐姐张燕。张燕赶到了长白山，并且用弟弟家的钥匙很顺利地打开了家门。在搜查张永成家的时候，警察也没有发现任何入室抢劫或者离家出走的情况。由于在迷彩服的前襟上提取到了属于张永成的血液，警方认为张永成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随后，警方在张永成和刘小林家中间的一处沙堆上发现有许多苍蝇在围绕，顿时警察心里就有了不好的预感，苍蝇是腐是血，很有可能沙堆里会有尸体的存在。于是警察小心翼翼地挖开了沙堆，发现沙堆下有许多暗红色类似血迹的物质，但并没有尸体。由于血液已经渗透到沙堆内部，很难看出失血量。但这些血被证明也是张永成的，有血，有带血的衣服。那么张永成现在人在何处？他还活着吗？没过几天，张燕找到了警察，说出了一件至今都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张燕表示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弟弟张永成说他已经被人杀了，埋在了一个地方。他希望警方能够和他一起去找到那个埋着他弟弟尸体的地方。尽管警方能够理解张燕焦急痛苦的心情，但他们还是很难相信托梦的存在。不过为了安抚张燕，一行人还是跟着张燕走了。蹊跷的是，张燕从来没有来过长白山，路上是各种灌木丛和分岔路，可他在带路的时候没有丝毫迟疑。走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空地上，这里离铁道有20米的距离，是个无人区。张燕表示他弟弟就埋在了这里。警方半信半疑地开始打量现场，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眼尖的警察很快发现，在大部分是白色沙土的空地上，有一块地方似乎土色泛黑，像是被人翻动过。难道张永成真的被埋在这里吗？挖了2米多深之后，一具男尸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经过辨认，死者就是张永成，他还穿着那条和上衣一套的迷彩裤。张永成身上的伤痕多达13处，均为刀伤，有1刀直刺心脏，可见凶手对张永成有着极深的怨念，泄愤倾向非常明显。而从照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埋尸地附近没有任何有人经过或是打斗的痕迹。据此，警方开始排查张永成在村里是否有仇家。这里有几个细节请大家注意。挖一个深达2米多的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极其消耗体力的事情，而且挖得越深，土也就越难抛出。更何况是在一片漆黑的晚上呢？
张永成身高183，体重100公斤，埋尸地又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又是怎么把这么一个健壮的男子带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沙土空地周围没有任何一点脚印或是车轮的痕迹，而沙地上的印记一般没有10天半个月是不会掉的。这说明凶手一定曾经专门清理过现场。同时，警察表示，张永成的姐姐在案发之前连辽宁老家的乡镇都没出过，怎么会如此清楚他弟弟埋尸的地方呢？会不会是有人杀了他弟弟，告诉了他，然后他良心不安来假装托梦呢？调查了一圈，警方没有发现村里任何人和张燕认识。接着，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村里很多人说，张永成的山货合伙人刘小林和他关系暧昧，而刘小林是一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顾大海是一个铁道维护工，常年不在家。而刘小林家门口发现的血衣和不远处的带血沙堆，似乎也将矛头指向了他们家。经过排查，刘小林在当晚没有作案时间，但刘小林的丈夫却不在家。他说自己在单位值班，不过没有任何人能够佐证。难道说顾大海是发现了妻子和张永成之间的暧昧关系，一怒之下杀了他并埋尸吗？在对村民的走访中，警察还发现张永成不是唯一一个和刘小林有私情的人。刘小林的前任山货合伙人韩志刚也曾经和刘小林之间传过绯闻。根据刘小林的说法，韩志刚这个人极有占有欲，就是传说中的霸道土匪那种，你跟了我就不许跟别人。刘小林没有要和顾大海离婚的想法。韩志刚为此还常常趁顾大海在家的时候跑去找刘小林。刘感到烦不胜烦，后来就转而和张永成合伙了。对此，韩志刚还来警告过刘小林。6月11日，张永成失踪的当晚，韩志刚的弟弟表示曾经在10点多看见过他哥哥，人的确在家。但奇怪的是，在张永成尸体被警察发现的第2天，韩志刚就对家人说要去山东看读大学的女儿，离开了家，并且手机也联系不上。当时正值6月中旬，大学马上就要放假了，这时候去看女儿完全不合常理。而且有谁会去外地了，反而把手机给关机了呢？综上，刘小林的丈夫顾大海和前合伙人兼暧昧对象韩志刚都具有作案嫌疑，但由于韩志刚一直未归，也没办法对他进行审问。再加上张永成，这3男1女之间到底有什么纠葛呢？谁才是杀死张永成的凶手？警察感觉刘小林应该会是案件的突破口。加上刘小林在审讯过程中似乎有所隐瞒，在多轮心理战的进攻下，刘小林表示他们家的菜刀不见了2把，而且不见的时间就是张永成的尸体被发现之后。她害怕她老公顾大海是真凶，所以之前不敢说。这时候，顾大海的弟弟也告诉警察，之前他哥曾经神神秘秘地把2把刀交到他手上，并且让他保密。然而，在对死者伤口进行比对后，发现并不吻合。顾大海则表示，他藏刀是怕别人以为他是凶手，因为血衣是在他家发现的，他怕别人说是因为经济纠纷他才杀了张永成。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不过接下来，警察采用了一条古老的计谋，很快找到了真凶，那就是引蛇出洞。由于韩志刚的嫌疑很大，警方在和刘小林、顾大海沟通过后，
故意放出消息称张永成一案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就是顾大海。果不其然，在消息放出后的第3天，韩志刚就返回了长白山。而在警方进一步的走访中，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出现了。有一个村民说，在6月11日晚上，韩志刚曾经向他借过他们家的独轮车，说是要去运沙，而且第2天就洗得干干净净还了回来。独轮车的出现一下打通了很多案件中的疑团。100公斤的张永成完全可能是凶手用独轮车运到沙土空地上的。尽管韩志刚清洗过了独轮车，但警方还是在车斗下方的胶带附近提取到了一点张永成的血迹。仅有独轮车上的血迹，只能说明张永成的尸体可能通过独轮车运送过。很快，搜查令到手的警察们去韩志刚家进行了地毯式搜寻。在他家院子一个简易淋浴棚的砖头下，挖出了2把带血的刀，上面的血就是张永成的。至此，张永成被害案的凶手韩志刚终于被锁定。之后，韩志刚交代，自己杀人的动机就是因为看到刘晓林和张永成走得很近，让他极度的发狂。他打定主意要杀张永成以后，就在铁路旁的空地上挖好了一个深坑。6月11日晚，他带着刀先是在张永成家找他，可他却不在家。这时，他看到张永成正巧从刘晓林家出来，妒火中烧的韩志刚冲上去就捅了张永成几刀。张永成则和他搏斗起来，挣扎中，张永成的外套刚好就丢在了刘晓林家的柴垛底下。张永成找了个空隙跑到了沙堆位置，韩志刚追过去又给了他几刀，张永成就死了，血也渗入了沙堆中。然后韩志刚回到家去推那个独轮车，没想到他弟刚好碰到了他，还以为他在家。接着韩志刚带上铲子，用塑料布盖在张永成身上，用独轮车将他推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起来。警方到最后都无法解释张永成给他姐姐托梦这件事，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悬，真的是蛮神奇的。细思极恐的感觉。无论如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的人。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